Alright, good morning everyone. 今天就是来出席 Volvo Car Malaysia 主办的 EX30 Preview Drive，就是在发布之前，率先来体验一下，给大家分享看一下这台 EX30，它的公路试驾体验是怎样。那相信对这台车子有兴趣的朋友，已经在网上读过很多它的试驾报告，因为我们讲泰国就好，它在去年9月就已经推出，超过1年的时间了啦。所以如果你想要买 EX30，你已经在网上看到了各种的试驾报告、试驾影片。但我们这一次驾的这个肯定就是Malaysia 的版本啦，肯定是 Right Hand Drive。然后跟之前我们驾的 Volvo 不同的是因为大家知道我们Shah Alam的工厂可以说是 Volvo 在这个区域里面的一个基地所以很多周边国家的 Volvo 都是由 Malaysia export 出去的，包括 C40、SC40、XC60、XC90、S90、S60。But 这一台 EX30 它就是在中国的成都组装。当然因为电动车免税嘛，所以不管你是 CKD 你是 CBU， 基本上都不会对价钱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呢，在 Malaysia 本地组装的 C40、XC40 Recharge， 它没有掉这个 10% 的 SST， 因为它 CKD 把这个 10% 我相信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那在我试驾这台 EX30 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它卖多少钱，我们只可以透过Smart #1 Brabus， 因为它0到100是 3.8 秒，这个0到100 3.6秒，我们可以由此来推算 #1 Brabus 卖245千，然后 C40 是卖288千，所以 in between 啦，大概250、260左右。那据说 Volvo Car Malaysia 会推出几个 version， 几个 variant， 会有中配、低配、高配，这个我们目前不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驾的这个就是 Twin Motor 双马达的版本，也就是最强的版本啦。那我们这一次的试驾就是从这个 PJ 在 KL 里面走走，然后来到Janda Baik，可以在 Highway 小路去试驾这台车子。那最简单的来讲就是大家知道这个 Volvo EX30，它跟 Smart #1 和 Zeekr X 都是基于 SEA2 的纯电动平台，也就是吉利集团的 EV Platform。OK， 那之前的 Volvo 电动车都是基于所谓的油改电，就是汽油车的平台，然后再装上一个电池，所以这一台可以说是 100% 100%的电动车电动平台架构打造出来的车子。那最直接来 compare 的就是 Smart #1， 最明显的就是这台车子它在过滤路面的噪音方面是比 #1 优秀的，那可能跟大家的选择也是有关系。然后注意这个 Zeekr X 跟 Smart #1 的轴距都是2750mm， 是一个妥妥的 C segment SUV 尺寸。But 这台车子的轴距只有2650mm， 轴距短100个 mm， 车长短200个 mm， 短到已经是一个 B segment SUV 的尺寸。然后你的车重又在1900到2100公斤里面。而且车子它比较宽比较低，所以驾起来的时候它更加的 sporty， 整个 center of gravity 很明显更加的低。像我现在在这边，我把 steering 调整去这个，它叫 steering feel firm 啦，把它调整去最硬的 steering 转向，非常的 predictable， 你知道你要去哪里，你知道多一点是多少，少一点是多少，这个东西是非常清晰的。然后注意虽然这一台 EX30 它是双马达的版本，4驱版本 ，but most of the time 它的前马达是 disengaged 的，它主要是用后轮来驱动。那如果你要确保你可能我不知道，可能在雨天，可能在湿地，你要有100%的抓地，你就去到 driving 这边 swipe 下去。它有一个叫 Performance All-Wheel Drive， 它这个时候它就会强制 engage 2个马达，就是4轮驱动。那不管在什么时候，直路 corner 上坡下坡，它就慢慢是4轮驱动 all the time。你会觉得整台车子就是你知道吗？进弯出弯更加的稳，更加的爽就跟这个Smart 一样的道理，就是这种后驱平台的电动车，你买到高配的 of course 它是双马达4轮驱动，可是你买到低配的，它就是后轮驱动的版本。那我相信Volvo Car Malaysia 也会提供后轮驱动的版本给你，但是它不好的就是它后轮驱动呢通常电池都比较小，续航里程会少个100公里左右。
所以对我来讲啦，在电动车的世界里面，最好的搭配就是 rear wheel drive with 这个大电池，就是 long range。因为真的我们没有必要用到 all wheel drive 的。你说0到100，你问我的话啦，for 电动车来讲，你说0到100 3.6秒跟0到100 5.7秒，账面上是慢了2秒啦。可是它毕竟不是汽油车，它不是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 它不是 turbo， 它不用去克服 turbo lag 这个问题。所以即便是所谓的小电池、小输出、小功率的电动车 ，compared to 同样尺寸的燃油车，它都是 boom 一点就来 instant torque。那讲到 range 呢？这一台 EX30 all-wheel drive 它是450公里左右啦 WLTP 吧，我觉得这个 range 不够多啦。对我来讲，我会觉得不管你买什么 EV， 你花什么价位，至少要500。通常 let's say 这个 NMC battery 你不能够充超过 80%， 然后当你用的时候，差不多到10-20%你就会有 range anxiety 了。所以真正一台电动车你能够用的就是那个电池的 60%。所以现实生活中，我跟你讲400多，我也不用价，我已经可以跟你讲，它真正你可以用到的，你可以真正使用到的，大概也就是在300左右。因为 EX30 它是一个比 XC40、C40 更小一个尺寸，所以它就我知道是不同的东西啦吧。对我来讲，就好像我不久前介绍的这个 Lexus LBX 这样子。那 LBX 是 Lexus 旗下最小的 SUV， 甚至是最小的车。然后这个 EX30 它也是 Volvo。它也是 Volvo 历史上最小辆的车，最小辆的 SUV。所以当我们讲到这种小辆的车像 Mini 3-Door、Mini Electric、Mini Cooper SE 这种类型的车子 ，range 通常都是在300-400吧的啦，就很像 Aura Good Kid 这种 size 的车。所以你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会觉得 OK，400多公里反正你也不会住 outstation 的，你知道吗？你就是在 Klang Valley， 你就在Penang Island， 你就是在新山，你知道吗 ？JB Skudai、Molek、Johor-Jaya， 你就是在这些区域活动范围。你要上到 highway， 你就用你家里的 XC90， 你用你家里的 Alpha， 你用你家里的 Wildfire 来出门这样子。所以这台车子 OK， 我们现在慢慢上到了 highway， OK， 轻轻加速。Holy， 哇！like I say， 你根本不需要花太多的词汇，花太多的句子去形容它到底有多少力，就是非常非常的 smooth。而且可能是因为车子的车身高度比较低所以你在加速的时候，它不会像 Smart 的车子这样子。因为 Smart 毕竟它还是真的是 SUV 的 tuning 啦，说它的 ground clearance、车身高度等等，所以你在直线加速的时候，你很有力，不过你会没有那么有信心。可是 EX30 就真的，你在直线加速的时候，你可以 feel 得到车子的底盘，悬挂的设定是完全 hold 得住3.6秒的。But 我讲这个只是直线而已啦，我没有讲 corner， 因为你不能够去对抗物理极限 physics， 这个没有办法。就是当你在 brake 的时候，你会 feel 到这个接近2000公斤、2吨的重量。你在 brake 的时候，你要提前 brake， 而且当你 brake 完过后，就好像你车子要吞一口没有切过的肉，一大口肉吞进去那种感觉，你没有办法的。60到90是一个非常 smooth、easy， 很好抓。可是当你接近100值，看到吗？你一回来那一刻的时候，你就会 feel 到哇，它很敏感很 sensitive 特别是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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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个之外，有一点我觉得蛮令我失望的，就是这一台 EX30， 它的这个在这边，它的这个车窗玻璃，它居然不是 laminated glass， 它居然不是 acoustic glass， 夹层玻璃、双层玻璃，这个所谓的 premium brand 都会有这个问题，包括 Mercedes-Benz、BMW、Audi，you name it。我觉得 laminated glass 对于一台电动车是一个必需品，它不是一个奢侈品，因为在电动车来讲，你没有掉引擎噪音，没有掉变速箱的声音，所有的声音都会放大1.5倍、2倍的声音，所以这个东西是不可以没有的，你懂吗 ？OK，so 从刚才我 video 讲到现在，我都一直处于 one pedal drive， 那现在我就把它切换 off 掉这个东西，所以你可以 click 去荧幕调整，不过它也有给你这个quick control， 所以我按下这个 button， 它就关掉了。
因为 Volvo 从之前它就讲求这种 minimalism 的简约哲学，所以它不像 BMW 这样子，哇，给你7-8个 experience modes， 它不像 Mini Countryman SE 这样子，给你很多，你知道吗？很多 pattern 仪表板会切换不同的模式，它甚至没有仪表板 ，come on， 没有，它没有一个很，你知道吗？那种 digital instrument panel 它也没有 head-up display 抬头显示仪。那Zeekr X 有 Smart 有。But personally 我不是很喜欢他们的那个 layout 啦，他们的那个 UI 设计。你没有 RPM 的时候，你要看的东西其实就只有你的 speedometer、你的时速，然后更多的时候是因为它都有这种 Level 2 Plus 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所以你需要透过荧幕去告诉你左边的车、右边的车，当你在用这个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的时候。它会去显示，燃油电动车大家都讲求，大家都玩这个东西。那 Volvo 就用不同的 approach， 它就把它的所谓的仪表板放在上面，就是把荧幕上端这个地方切开来，你不能够去把它拉大了，懂吗？它就是 fix 了的，明明是这样子，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你只可以透过方向盘这边去切换它的这个样式，看到吗？我可以把它变成是speedometer， 或者可以看到旁边的东西，全部东西都是透过这边。可是你会怎么讲？你会手忙脚乱懂吗？因为你用 Portrait Screen 有 Portrait Screen 的好处，但是我希望它是一个 Landscape 的啦，因为你看很难看懂吗？太小个了。但是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东西不用过多的去担心的。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这一台 Volvo 呢，它是有支援 Over the Air， 就是它会定期针对客户的反馈 feedback 去给你升级，去改变掉它的整个 user interface。就像我自己的车，从我买到现在。大概有1年11个月的时间，我间中已经经历了3-4次大的改变我不是讲那种font不够大变大2号这样子，不是是整个 interface 都换掉。讲回驾驶的话，我觉得它驾起来像不像一台 premium 的 EV 100% OK 无论从它的 steering 转向抓起来，车里面用的材料质感跟整个氛围跟 Volvo 的品牌，因为一个平台给几个不同的 brand 共用，这个情况是很普遍的Volkswagen Tiguan、Audi Q3 上一点的 MLB Evo、Touareg、Cayenne、Urus、Bentayga、Q8 我们都看得到。可是这个情况不同的是呢，它同一盘的料炒3种不同的菜的情况是，大家都安的吉利集团。把 Smart 呢，它是有 Mercedes-Benz 50% 的股份，然后 Zeekr 呢，它又是吉利集团的大儿子，然后 Volvo 呢也是 Volvo 的孩子，不过是买回来的，领养回来的，所以大家处于一种竞争对手的关系，懂吗？那对于消费者来讲，我相信大家根本就不 care 到底什么 SEA platform，你知道吗？而且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因为它整个娱乐作业系统就是基于 Android OS、Android Automotive。所以你看它的 Google Map 是高度整合马来西亚的路况，所以当我输入目的地的时候呢，它可以告诉我到那边的时候还有多少 % 的电量，它是 always show 的，一直在这边，而不是像其他的豪华品牌，你只是在 search 的时候，它告诉你 ETA， 然后你一进去卖的时候就没有掉了。那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它甚至重要过你的马力，重要过你的扭力，重要过你到底0到100多少。因为当你每一天在用 EV 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我到那边多少 % 的电，我够不够回来，然后你要去 plan 说我中间要放1个 stop 2个 stop， 我要在哪里 stop， 万一那个 stop 只有1个 charger， 我要怎样子。所以如果你的 native 的 map 是什么百度 map， 是什么高德地图，是什么 Here map， 那个有的你没有，因为那个图资那个地图它的 database 不够 strong， 所以它的 predict 出来的东西是不准的。我会因为这个东西去买这台车子，而不是因为它的材料、它的其他的东西、它的空间、它的你知道吗？我们都是用 Google Map 的嘛，或者你用 Waze 啦你用 Waze 你用 Google Map， 他们的 background data 都是 share 的啦，因为很少有 EV 可以做到这个东西。OK， 你讲 Tesla 有，把 Tesla 的那个 Google Map 呢，它不是 Google Map 来的嘛，它是 Tesla Map 用的是 Google 的 data， 所以它在导航地图上面它的路线跟 Google Map 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加这个Volvo EX30让我感觉到的就是它小是一定小的啦，后排空间小，行李箱空间也小，然后它的 front 也那么11个 liter 油好像没有这样子，连1粒榴莲都放不下那一种。
可是我可以感觉到Volvo Car Malaysia 我记得在几年前，当他们 launch 这个 C40 的时候他们 launch XC40 电动版的时候，他们有讲他们要成为 Malaysia No.1 的叫什么Premium Electric Brand。那时候它只有一辆车嘛，它只有 XC40 Recharge， 然后 BMW 已经是比利巴朗有i4， 现在更夸张，现在 BMW 你想得到的尺寸它都有了。马来西亚这边虽然做的不是很好，不过销量上面也是妥妥的啦。所以我相信，如果 Volvo Malaysia 他们还要坚持这个 Malaysia No.1 的 Premium EV Brand，EX30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走 volume 走量的。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啦。有什么东西大家在留言区讨论。如果你正考虑要买一台价位在250千左右的电动车 ，OK， 然后你是anti Tesla 的，你很讨厌 Tesla 的 ，OK，forget about it， 不管 Tesla 什么 package， 你也不看，反正你就是不买 ，OK， 不在你的那个考量范围里面。然后你也不要买所谓的中国 EV，你不要买 BYD。你也觉得 Smart 可能不上不下 ，OK， 要德国不德国，要中国不中国 ，OK， 然后 Zeekr X 不懂它卖多少钱，我觉得 Volvo 是一个最安全的选择啦。然后最后再补充多一个 point 就是呢，我记得当我在我入行的时候啦，2017、2018年的时候，我几乎跟所有的人讲到 Volvo， 他们头脑里面第一个给我的答案就是安哥。Volvo 是安哥买的 ，Volvo 是安哥的车。even 他们看过了 XC40， 然后过了这么多年过后，2017、2018、2019、2020，从 Volvo 你看它的 S60、它的 Wagon、它的 R-Line， 你看这个 S90 的车尾灯设计等等，完全是不输Mercedes-Benz， 不输 BMW， 然后那个灯光它前面的那个 Hammer Light 也不会输给奥迪的那种 Matrix LED 等等。现在你已经很少会听到人家讲Volvo 是安哥的车，那这个 EX30 就是一个完全就是颠覆了过去大家对于 Volvo 的想象。Right， so 喜欢影片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有什么我们再继续讨论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去对方看，哇老诶，26 minutes，SPE。SPE，OK，37。